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的，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要来聊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自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西元21世纪，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从诞生到现在长达140亿年的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对吧？宇宙这么大，时间这么长，凭什么就是现在？凭什么就是活在地球上的我们？这几率听起来根本就趋近于零啊！但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先抛开这个直觉，跟着我一起从4个完全不同的科学尺度来看看证据是怎么说的。说不定当我们走完这趟分析，你会发现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颠覆。好，那今天这一趟思想旅程我们会这样走。首先，我们会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才算是宇宙的关键时刻，这个定义很重要。接着，我会从4个面向提出科学上的证据，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超级特别。然后，我们会深入聊聊人类文明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其实跟宇宙的诞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再来，我们会从宇宙本身的故事里找答案，看看宇宙是怎么解决这个成长问题的。最后，我们会把格局拉到最大，来思考一个终极问题，那就是你我的选择会怎么决定整个宇宙的未来。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到底什么才算是宇宙最关键的时刻？这里的定义非常重要。所谓宇宙的关键时刻，指的不是明天股市会不会涨，也不是明年选举谁会赢，它指的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窗口。但是在这个窗口内所做出的决定，它的影响力会被无限放大，直接决定了宇宙在未来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年的走向。简单来说，就有点像蝴蝶效应的宇宙版。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短几十年做的决定，它的影响力可能会像一颗小石头丢进湖里产生的涟漪一样，不断的扩散出去，持续几十亿年，甚至直到宇宙的尽头。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巨大尺度。好，我知道这听起来超扯的，那到底凭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这点真的超级重要，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不是什么玄学或哲学思辨，而是基于4个完全不同尺度的科学证据。这4个论点就像4个不同尺度的时钟，一个是宇宙级的时钟，一个是太阳系级的，一个是地球生命级的，最后一个是我们人类文明自己的时钟。而最神奇、最不可思议的是，这4个时钟刚好都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偏不倚的指向了12点钟方向。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到底代表了什么？首先，第一个时钟，天文观测的巅峰，这点真的非常有趣哦。大家现在看到的哈勃望远镜拍下的宇宙深空影像，里面每一个密密麻麻的光点，几乎都是一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星系，里面有几千亿颗恒星。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是因为宇宙正在膨胀，而且更巧的是，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那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星系，正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这也意味着，它们现在发出的光，未来将永远无法抵达地球。几十亿年后，假设地球上还有智慧生命，他们抬头看天空，可能只会看到一片无尽的漆黑，除了我们自己和旁边的仙女座星系合并成的那一个巨大星系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宇宙大爆炸的存在，也无法追溯宇宙的历史。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看到满天星斗，能拍到宇宙升空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幸运。我们正活在一个绝无仅有的、能够回溯整个宇宙历史的黄金观察窗口。这个窗口既不是太早，也不是太晚，刚刚好，就在我们脚下。这是不是很神奇？再来，另外3个终点就比较好理解了。从太阳系的尺度来看，我们的太阳大概还能稳定的燃烧个50亿年，然后就会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吞噬掉地球。
而它已经燃烧了45亿年，我们刚好就在中间。从地球生命的尺度来看，大型动物的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大概是5亿年前的事。而科学家预测，随着太阳温度慢慢升高，大概再过5亿年，地球的海洋就会被完全蒸发，不再适合复杂生命生存。你看，又是个终点，对吧？最后，从人类文明的尺度来看，我们过去200年的爆炸性生长，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资源消耗，都已经达到了地球的物理极限。这个模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我们正处于这个成长曲线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一个不得不转弯的转捩点。所以你看看，这真的太巧了，不是吗？从整个宇宙的观测窗口、太阳系的寿命、地球生命的演化，一直到我们人类文明自己的发展，4个完全不同的尺度，全部都像约好了一样，指向同一个结论。我们就站在历史的终点，一个承先启后、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上。好，刚刚我们从非常宏观的角度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有多特别。但现在啊，我们要从宇宙拉回到地球，聚焦在最急迫也最危险的那个终点上，也就是人类自己的大爆炸，或者更精确的说，是一场即将失控的通膨式成长危机。为了理解我们人类的危机，我们先跳一下，来上一堂迷你的宇宙学课。相信我，这超酷的。科学家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开头，可能还不到1秒的时间内，宇宙经历了一段叫做宇宙暴胀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宇宙的大小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指数型速度疯狂膨胀，一瞬间就从比原子还小，扩张到差不多是一颗葡萄柚的大小。这个过程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结构，像是星系在哪里形成，奠定了最初的蓝图。重点来了，讲了半天宇宙，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因为人类文明在过去这200年，几乎就是完美复制了宇宙的这段暴胀过程。你看这个比较，宇宙暴胀发生在时间之初，只发生一次，然后就慢下来，进入一个长达140亿年、稳定又有创造力的演化阶段。而人类的暴胀就发生在现在，我们的成长速度已经快到要耗尽整个星球的资源，而且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崩溃。你看这个对比有多讽刺，宇宙的暴胀是创造的开始，而我们的暴胀却可能是毁灭的前兆。指数型成长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欺骗性。我们来看这个非常有名的池塘浮萍比喻。假设有一种浮萍，每天面积会加倍。第1天，池塘里只有一小块，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它。到了第4天、第5天，好像变多了，但感觉也还好嘛，池塘还很大。真正让你意识到问题的是第6天，当你一早醒来，发现池塘突然被盖住一半的时候，但这时候你只剩下1天可以反应，因为到了第7天，整个池塘就会被完全覆盖，所有水中的生物都会因为缺氧而死亡。我们人类现在就像活在第6天的下午，危机已经肉眼可见，但很多人可能还觉得明天再说吧。但你看看这个比喻，我们真的还有下一个明天吗？我们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反应时间了。我们用数据说话，看看人口。西元1800年，地球上大概只有10亿人，但只花了125年就翻倍到20亿，而从那之后到现在又翻了2倍，来到超过80亿。过去200年，人口成长了6倍。各位，在过去，地球很大，资源看起来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成长。但现在不一样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颗星球，我讲白了，绝对不可能再承受任何一次人口翻倍了。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撞上了物理上的天花板。但更惊人的是，我们对地球的冲击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成长。你看这些数字，人口成长6倍还好，但我们的经济产出成长了100倍，能源使用30倍，二氧化碳排放20倍。最夸张的是移动力，也就是每个人每天移动的公里数成长了整整1000倍。这说明了什么？我们的问题早就不只是人变多了，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变成了一台超级耗能的怪兽。而且，这台耗能怪兽的油耗其实还非常不平均。你看这张图就知道，简单来说，美国、欧洲这些已开发国家，每个人踩的油门都特别重，制造的废气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以这不只是环境问题，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公平正义问题。
就是谁该为这一切负起更大的责任。这个数字4，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脑子里。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想过上跟现在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准，我们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才够。但现实是，我们就只有1个地球，对吧？没有备源，没有分电。所以这条路很明显已经是死路一条，我们的通膨式成长已经狠狠地撞上了墙壁。好，我知道，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绝望，但别担心，我今天不是要来散播焦虑的。点出问题是为了寻找解方，而最有趣的是，那个解方，那个带我们走出困境的蓝图，可能就藏在我们一开始谈到的宇宙故事里。我们再回来看宇宙的转型，宇宙在经历了那场疯狂的暴涨之后，它并没有崩溃，也没有停下来。它做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它转型了。它把成长的模式从单纯追求体积变大，转变为追求内部变得更复杂、更有趣。之后的141年，宇宙不再只是体积变大而已，而是内部的复杂度不断增加，才慢慢演化出星系、恒星、行星、生命，还有能够思考这一切的我们。这就是宇宙给我们的启示：成长不必停止，但成长的定义必须彻底改变。让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太空垃圾。这完美的说明了短视的思维会带来多大的灾难。过去几十年，各国发射了数千颗卫星，很多都没有考虑到它们报废后要怎么处理。结果就是，现在地球轨道上充满了以步枪子弹10倍速飞行的金属碎片，只要一次碰撞，就会产生更多碎片，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形成一个永久的碎片层，把地球包围起来，让未来的人类永远无法离开地球。你看，这就是一个因为缺乏长远思考而制造出的永恒监狱。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概念非常简单，但需要一个思维上的巨大转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共识，不能再只管发射不管回收了。从今天起，你发射的每一颗卫星都必须自带退场机制，这就是一个从宇宙时间尺度来思考问题最实际的应用。但要达成共识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那些充满争议的议题上，像是核废料或者气候变迁，每个专家都说自己是对的。这里我想介绍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叫做科学调解。瑞典政府就用这个方法来处理核废料争议，而且非常成功。它的规则超有趣，而且有点反人性。第一步，你不用认同对方，但你必须能够把对方的论点讲得比他自己还清楚，讲到对方点头说，对，你完全懂我。光是这一步就能消除掉80%的误解跟情绪了。接着，你们不用同意对方的结论，但你们必须共同签署一份文件，清楚说明你们之所以会意见分歧，背后的科学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能有效地把科学事实跟个人偏见分开，让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一个更客观的基础上来讨论，而不是各说各话，互相攻击。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前面谈的是如何解决地球上的技术和共识问题，但现在我想邀请大家把视角再拉高，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最宏大的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宇宙的关键时刻？接下来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停顿，我们是宇宙反思自身的唯一途径。停顿，你想想看这句话有多深？宇宙存在了140亿年。但可能一直到人类的出现，这个宇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存在。所有的星辰、星云，所有的物理定律，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去观察、去理解、去赋予它意义，那这一切的存在跟不存在又有什么差别？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智慧不是地球的癌症，而是宇宙最稀有、最珍贵的产物。我们就是宇宙的眼睛、宇宙的大脑、宇宙的意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就上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这不再只是人类能不能存续的问题，而是宇宙的意识能不能存续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跟选择将会决定这个宇宙在未来的几十亿年里是会继续充满智慧、生命与意义，还是会变回一片冰冷、黑暗、死寂，纯粹只有物理定律在运行的虚空。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握着的不再只是人类的未来，而是宇宙的未来。这个责任真的大到超乎想象，而它就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
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从宇宙到地球，各种证据都显示，我们正处于一个千年一遇，甚至100亿年一遇的时间终点。第二，人类过去200年的通膨式成长已经撞墙，这个模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必须转型。第三，宇宙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从追求量转变为追求质，也就是复杂度跟创造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选择将决定宇宙的意识是会延续，还是就此熄灭。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